电视放桌上。这也太奇葩了吧！要是之前我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不过最近我看真的越来越多的玩家真的把这个48甚至是55寸的电视搬上了桌面。难道过了手机大屏时代 ，PC 大屏时代也要来了？对于 PC 来说，还有几个硬性指标：要超低的响应时间和高刷，要最高的对比度，还有 G-Sync 等技术的支持。现在基本上就只有 OLED 电视能胜任了。御三家三星已经跑去做 Mini LED 了，索尼 A90J 的游戏模式竟然有杜比世界，那其实能剩下的就只剩 LG C 系列了。可是好家伙，这不仅是用法奇葩，价格也是够奇葩的。卖的最多的48寸的 C2 电视要11999，这也太离谱了。我倒是要看看真的有这么好用吗？于是我一上头买回来了这台 LG 55 C2 电视。首先说一下哦，这不是广告，官方售价12999，我闲鱼买的8999，看上去血赚4000哦。不过我确实不太推荐购买这个尺寸放在桌面上，很多小伙伴可能也根本接受不了超过30寸的屏幕，所以今天这期大家就当图一乐来看好吧。在买 C2 之前，我也做了一点研究。作为 C1 的升级款，它最主要的提升是亮度增加了20%，但是居然不包括42寸和48英寸。这是什么迷惑操作？42也就算了，毕竟它是船型尺寸，亮度没有增加，勉强可以理解。48英寸的 C2 可是比 C1 贵了几千块钱，亮度居然也还差不多。48英寸 C1 老用户听了直接狂喜，好吧？想升级高亮度，只能加一点点钱。刀法可以说是非常精湛了。到货以后，我对这台电视的第一印象就是轻薄，屏幕最薄的地方只有3.9毫米，又薄又软，搬的时候我就根本不敢用力。正面就是整个屏幕，边框只有一喵喵。电视底座是这个样子的，中心式底座，比上一代小了很多，小桌子也能用，但是实际上超级稳。侧边呢有4个满血的 HDMI 2.1，如果你恰巧财力雄厚，同时拥有 XSS、XS、PS5 和 PC， 一人插一个，刚好合适。至于 Switch 嘛，我只能说 4K 对老人来说还是为时过早啦。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块屏幕和我们平时用的那种雾面屏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是像 Steam Deck 那样的镜面屏，观感上要比雾面通透很多。一开始我还担心当做显示器用的话，镜面屏会不会更容易受到光线反射，没想到这台电视的抗反射能力超级强，哪怕用闪光灯对着屏幕直射，也只能看到一点点反光。白天使用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比我另一台8999的显示器那真的是好太多了。点亮以后，这个显示效果好的就像是我在空间里面 P 了一个画面一样。给你们用梨树变一个，你们看这个差别大吗？如果说 Mini LED 的关键词是亮的话，那 OLED 就是黑。在华为电视那一期里面我就讲过 ，Mini LED 电视想要减弱光晕现象的话，就需要提升分区的数量。32分区的电视是这个样子的，2880分区的华为电视是这样的，而 OLED 每个像素点就是一个分区，那就是829万个分区。这是829万个分区的 OLED 电视，只需要一张黑色的壁纸，再隐藏掉任务栏和桌面图标，看起来就像是电视被关掉了一样。鼠标怎么移动都不会有一点点的光晕。那么代价是什么呢？亮度，相比 Mini LED 动辄1000、2000尼特的超高亮度。LG C2 的 HDR 峰值亮度只有800多尼特，听起来还低了很多，对吧？但是 HDR 1000真的可以吊打 C2 的800尼特吗？确实是吊打，不过没想到是反向吊打。原来 HDR 指的是高动态范围，既然是范围，那肯定不能只关注最高亮度是吧？最低亮度也同样重要了。说人话就是既要能亮起来，也要能暗下去。那么最低亮度达到多少才可以获得 HDR 1000的认证呢？0.05尼特。而 OLED 的最低标准是0.0005尼特，反映到画面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明明没有那么亮，但是因为它足够黑，所以对比起来反而会给人一种这个画面好像很亮的感觉嘛。除了极佳的 HDR 显示效果以外， LG C2 的这台电视也没有广告，它支持 FreeSync 和 G-Sync， 所以很多玩家也会拿它来当游戏显示器来用。之前48英寸的 LG 显示器我都可以拿来打 Apex， 这次换个55英寸电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现我还是太天真了。听起来55英寸好像只比48英寸大了一喵喵，但实际上显示面积却增加了20%左右，这就让本不富裕的桌面空间又变得雪上加霜。所以今年 LG 又出了新的小尺寸42寸 OLED， 可以看得出来 LG 就是想让更多的桌面端用户加入进来。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30甚至20几寸的反向电视呢？建议第一次体验桌面端的小伙伴先试一下42、48的尺寸。不过我呢，现在是已经完全接受55寸了哦，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要干活的嘛。4K 加上超大屏，无论是剪辑还是跟小伙伴沟通视频的修改都很方便。在 FPS 游戏里面把 FOV 开成最广，我已经这么打了1个多月了，现在功能健全，并无大碍。这个时候手柄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键鼠玩游戏，你总要放在桌面上的，对吧？我拿手柄呢，直接进行一个咸鱼烫。人体工学椅真香！大家想买手柄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我之前那期手柄选购指南。用 C2 当显示器的这段时间里面，也遇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首先，它没有办法像显示器那样跟随电脑自动开启，这个显示器呢，它就不会跟着电脑一起启动，我还得拿这个遥控器，这样子它才能显示我的桌面。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难道没有办法解决吗？你别说，还真有。首先你要这样，然后这样，最后再这样。好家伙，这也太麻烦了，直接解决了我嫌它麻烦的问题。然后是全屏亮度较低 ，OLED 电视的通病了。之前那台48英寸显示器也有。简单来说 ，OLED 为了防止烧屏，全白窗口越大，亮度就越低，一般出现在全屏浏览白色网页或者是码字的时候。最后就是 C2 的色彩管理也不太行，连电脑的时候会自动切换到游戏模式，但是默认的这个色温居然不是标准的6500K， 还需要手动调整。由于它是电视啊，默认都是电视的菜单，完全不是桌面逻辑。你得在色彩、高级、色温里面搞个什么暖50才是6500K。默认的几个模式色偏非常严重，建议选择专家模式。除此之外呢 ，C2 真的是一台很难挑出什么缺点的显示器。像国外很多玩家呢，都是在用电视当桌面显示器来用的。老蓝也是从 C2 的上一代 C 叉就开始用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小尺寸 OLED 显示器还没有普及。去年的 LG EP950要2万块钱，还是4K 60赫兹的。今年稍微好一点，同款面板的飞利浦只要6000块。这么对比 C2 还是很香的。最后也来测试一下主机玩家最关心的一件事 ：LG C2 可以完美适配3大主机吗 ？Switch 可以用吗 ？Switch 太可以了。众所周知 ，Switch 对显示设备的要求就是没有要求。2022年想买一个不支持1080P 的显示器也挺难的。然后就是要求最高的 Xbox 了。去年 XSS 的视频里面，我的显示器还是这个样子的，笑死，完全不支持。换了 C2 以后，我终于见到了 XSX 全绿的画面。好家伙，这就是超能力吗 ？What are your superpowers again? I'm rich. 有 Xbox 的小伙伴也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电视的兼容性，看看能不能特效全开。实际测试下来，感觉普通的 HDR10好像和杜比世界的差别不是很大。最后就是 PS5 啦 ，VRR 和 4K 120赫兹都可以正常开启，不过需要游戏支持才行。比如 VRR 不支持 PS4 游戏，所以什么解锁帧率、可变刷新率都不好使，血缘还是锁30，宫崎英高再一次跌落神坛了，属于是。C2 还有一个很适合主机玩家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以前主机和电视的 HDR 都是各做各的，导致每个玩家看到的画面都不一样。这个时候 PS5 就不高兴了，于是大家联合搞了这个 HGIG 的标准，开启以后电视就会躺平，把 HDR 全部交给主机处理，确保玩家看到的就是制作人想要表达的画面。哦，对了，我都差点忘了它还是台电视了。其实是因为 LG C2 的系统在国内有点水土不服，不是安卓也不是鸿蒙，而是 WebOS。相信多数小伙伴应该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听过这个名字的应该也都不小了。应用很少，也不能安装安卓 App， 连腾讯视频都没有 ，B 站这些的电视版功能也不怎么全。那我要怎么看视频呢？这个时候就要提到这台电视内置的浏览器了，默认居然都是桌面版的网站，而且 LG 的遥控器风格永远那么 old school， 可以用来看电视调音量，还可以通过重力感应充当鼠标，直接用浏览器看视频，还省了电视会员的钱，真有我的。如果你恰巧有一个支持红外的手机或者 LG 的工程遥控器，只需要简单几步就可以把这台电视转到港区，应用商店里面马上就会多出网飞、Apple TV 等国外流媒体 App， 而且还增加了原生 AirPlay 和 HomeKit 的支持，可以直接在 iOS 设备上面控制电视。桌子上再也不用放一个电视遥控器了。
总结一下 ，LG C2这台电视可以说是游戏玩家的梦中情机了。对国内的普通用户来说呢，基于电视做的系统有一点点麻烦。目前55英寸12999的官方售价也有一点偏高。如果喜欢 OLED， 去年的 LG C1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显示器来用的话，42真的可以一试，也是目前 OLED 电视最小的尺寸。等以后降价，那就更香了。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